这个男人有多惨？明明出生在大地世家，本应衣食无忧，躺平到巅峰，却被狠心父母穷养。而为了让你不像两个哥哥一样废物，他们撇弃了家族背景，封地为界，建立了青山村。但这里的村民无一不是绝世强者扮演。身材佝偻的父亲是准地巅峰苏家家主，体弱多病的母亲是大圣修为剑阁嫡女。他们装作山里的村夫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而这一装就是18年，而你却一无所知。直到2天前籍贯后，苏南才花了极大的代价，请来了一位启蒙先生。长青，别急着走，这是2个野鸡蛋，拿着路上吃。爹，娘身体不好，还是给娘吃吧，我不饿。傻小子，娘吃过了，你拿着路上吃，饿着肚子怎么读书啊？爹娘，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读书。说完，拿起鸡蛋，飞快地向山脚下跑去。2人看着他远去，直到看不到身影后，才各自松了口气。看不到了吧？都出村了，应该看不到了。哎，装得累死我了。随着一阵光华闪过，刚刚还身体不好、一直咳嗽的妇人脸色变得红润，一股贵不可言的气质自骨子里浮现，整个人显得端庄典雅。堂堂大地世家家主，居然在这冒充老头子，让人知道怕是要笑话死了。哼，你以为我想呢？难道你想让长青像他大哥二哥似的？一个狂的没边，一个傲的不行，日后哪个是当家主的料子？这次我让长青从底层开始锻炼，撇弃家族背景，历经磨难，坚决不能让其成为纨绔子弟。今天少主怎么起这么早？难道家主有新的安排？你居然不知道，家主昨天从中州请来了一位先生，来当少主的启蒙老师。啊，什么人物还需要咱们家主去请？这面子也忒大了。呵呵，中州圣学院的大先生，如仙李清晨，够不够格？够了够了，文道魁首来当启蒙老师，家主这手笔太大了。只是启蒙老师就请来了如仙，少主要是开始修炼了，家主得请什么人来？爹，我也想读书。读个屁读！你当你老子也是准地呢？切，不读就不读，我让少主教我。来到这地方18年了，却连是哪个朝代都不知道。不过眼下机会来了，只因前2天村里来了个落榜的老秀才，他爹苦求了许久，又散尽家财，为他求来了一个学习的机会。这一世的家庭虽然不是大富大贵，但爹娘却是极好的。他们文化不高，懂的道理也很少，甚至身子骨也不结实，但对自己的教育却很重视。为了自己也好，不辜负爹娘的付出和期望也罢，这次拜师一定要成功。小子苏长青前来求学，为了培养儿子，居然甘愿封地为界18年，这苏家家主倒是个妙人。他本是不想来的，但没办法，苏家主给的实在太多了。小子苏长青前来求学，进来吧。见过先生。李清晨上下打量了一番眼前的少年，相比苏家那2位少主，这位倒是看起来靠谱许多。我虽然收了你父亲的东西，但并未答应教不教你，只是给你一个机会罢了。能否彻底留下来，还要看你自己。若是不能通过我的考验，那便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吧。劳烦先生了，我一定尽力。果然，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，也不知道是什么考验。要是考这个世界的知识，那可完蛋了，我上哪儿学过？李清晨沉吟了片刻，拿起笔在纸上随手一画，随着隐晦的光芒闪过，那素纸上一个苍劲的一字浮现，而后又转瞬消失。这字虽然简单，但一般人却见不得。当书法走到极致后，除非学问极为深厚之人，或者悟性极强之人，才能窥探。当初他那文圣之体的3弟子，都耗时3个时辰才解开，用此来考验苏长青，绰绰有余了。等你看明白了，就能留下；要是看不懂，那就回去吧。看明白。接过纸，其上一个大大的一字清晰可见。这让我看什么？看你的一写的直。拿着纸翻过来调过去的看，可不管怎么看，就只有那中心的一个一字。可恶，就算没上过学，但一字也不可能不认识。这老秀才肯定是暗指其他。时间缓缓流过，苏长青瞪大了眼睛，仔仔细细地看着，眼中都出现血丝了。但不管怎么看，那都是个该死的一字。没有修行，也不曾读书，这要能看出来才是怪事。不过性子倒也坚韧，都1个时辰，还能盯着空无一物的纸不断观察。当又1个时辰过去，苏长青擦了擦头上的汗水，他放弃了。
他是真看不出来什么东西，一又暗指什么。没办法了，只能胡诌了。先生，看明白了，想好了再说，不懂便是不懂。若是胡言乱语，再进这门可就难了。他以道文考教，并没有指望苏长青能答出来，只要足够诚实，那这一关便算过了。学生倒是浅显的明白了几分，只是不知道对不对。既然明白了，那你就说说看。说完，便看都没再看苏长青一眼，而在他心里已经打上了0分。先生的字苍劲有力，刚健雄浑，虽然简单，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气势。我从未见过这样好看的字体。我明白，先生赐下的这题看似简单，但肯定蕴含深意。李清晨已经有些不耐烦了，他对苏长青的好印象已经彻底消磨光了。这个一字虽然简单，但大道至简。你说这是个什么字？先生，这难道不是个一字吗？他居然真的认出来了。到现在不过区2个时辰，比当初文圣之体的老三还要快上许多。他想不通，18年未曾学习过的苏长青如何这么快看透。要知道，这世间能写道文的不多，但能以凡俗之眼看懂道文的更是少之又少。长青，你是如何看懂这字的？这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这么大的字，只要不瞎都能看明白吧？你是说你第一眼就能看明白这字？一直风轻云淡的李清晨，此时再也淡定不了了，第一时间取来的好笔，比走游龙般在纸上写下一个苍劲飘逸的字体。这是什么字？苏长青，我的名字。李清晨心神大震，面露惊骇，同时那属于如仙短暂易散的恐怖气息滔天而起。如仙就是如仙，这教书的阵仗不同凡响啊！哈哈哈。男人本是大地之子，却被父母穷养了18年，也不知道一直生活的小乡村其实都是绝世强者扮演。身材佝偻的父亲是准地巅峰苏家家主，体弱多病的母亲是大圣修为剑阁嫡女，就连教我读书的启蒙老师更是当代如仙，甚至为了磨练我的心性，设置了层层关卡。可是都不知我悟性逆天，仅仅2个时辰就通过了道文考验，就连一向沉稳的如仙也坐不住了。我文坛纵横一生，见过的天才数不胜数，但如今这种状况还是头一次见到。明明第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为何多等了2个时辰？先生这简单的字却蕴含深意，弟子也是才想明白。本意是认出字来便算过关，可人家一眼便看出来了，却不好张口。毕竟谁家先生考量会是个简单的一字？不妨说说看，你都看出了什么深意？大道至简，演化至繁，一虽然简单，却可看作万物之始。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无穷尽也。先生初次见面赐下一字，想来是要告诉学生，万里道途始于足下，自一开始。此时李清晨已经听不清苏长青接下来的话了，短短几个字，却如洪钟响彻心湖，掀起滔滔骇浪。每一个字都蕴含至深之理，玄奥之道，简单几字却涵盖大千。如仙大人，文帝雕塑霞光万丈，速回。师父，有大才将士，文帝赐言，大道至理。中州圣学院，作为文帝创建的学院，这里乃是天下文人无不所向往之地。为了不埋没寒门学子的文采，文帝树立雕塑，凡有可震世的至理名言出世，便会绽放如道霞光，为学子指路，昭告天下。可此时万丈的霞光照亮了整个城市，宏大的浩然正气布满整片天空。大道至理4个熠熠生辉的道文浮现苍穹，久久不曾散去。文帝显圣，文帝显圣啊！万丈霞光普照，老天这是出了何等大才！大道至理，居然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，这究竟是写出了何等惊世骇俗的文章？圣学院的大儒们都急了，他们很想看看到底是何等言辞才配得上文帝这样的评价。中州沸腾，可殊不知另一地也是如此。东域道家圣地玄清宗，找到他，一定要找到他。这一代我道教能否大兴，应该就落在此人身上。听闻此言，宗主已然起身，他指尖印穴不断，快得几乎都出现了残影。推算不出，被介于遮掩。在南域，他目中露出激动之色，正准备推算的再仔细点，可面色倏然大变。2道冷哼如神灵怒吼般在他识海炸响。
其实，在苏长卿开口的时候，他其实已经明白中州会降下神意，但没想到文帝雕塑居然涌现万丈霞光，还有文帝亲自赐言：长卿，这本列国志典你先看着，在这等我回来。李清晨因为苏长卿的关系没有直接动手，但另一位可不会客气。堂堂准帝巅峰的苏南，不惜化作18年农夫用来教育儿子的地方，怎么可能让其他人发现？他不知道道教的人探寻此地做什么，也不关心道教的目的。他只知道，谁敢这时候把爪子伸过来，那就剁掉他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李先生找我。李先生，瞧我这记性，这是文帝随笔，请先生收好。先生放心，我苏南说话算话，2年，只需要2年时间，不管长卿能学多少，先生尽管离开。儒道大帝的亲笔，没有哪个读书人能抗拒得了。这也是为何他堂堂儒仙甘愿来此做一名少年的启蒙老师。苏家主，我这次是有其他事情，我打算收长卿为弟子，不知苏家主意下如何？收徒，果然文帝随笔一出，连儒仙也不能免俗。那感情好，多谢李先生抬举。这可不是抬举，长卿的天资是我平生仅见，做他的老师，我也与有荣焉。苏南听着，嘴角都快咧到天上去了。瞧瞧，要不人家是读书人呢，这话说得人心里舒服。长卿的悟性很强，说一句天生的大儒都毫不为过。他的未来的成就不敢想象，而且长卿他刚刚……苏南越听越不对劲，急忙打断：哎呀，我懂先生收徒的意思，但先生可别太纵容夸奖他，太过自满一骄纵，这人就废了，我这18年的心血也就泡汤了。还望先生务必严苛一些，让他多受点打击，这样才能保持一颗敬畏的心。苏南就是怕这个，怕别人因为他的身份，在教儿子的时候不敢放开手脚。当初他家的老大老二不就是这样，才一个狂一个傲吗？哦，苏家主大才。不夸我儿子了，该夸我了。这文帝随笔的威力也太大了。李先生不必如此，教书正常教就可以，但是平常要多敲打一些，不要让长卿养成过于自大的性格就好。我明白苏家主的意思了，放心。此时的苏长卿已经彻底沉浸在了书中，还特别激动。哇，苍灵大陆，五域十国，这个世界居然有仙人存在。在书中得知，这个世界很大，非常大。五域十国中，宗门众多，世家无数，修行的道路也是繁杂多变。武道、儒道、佛教、道教、魔修、剑修等等，甚至还有妖庭。即便只是书面简单记载，但是这对于他来说，无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当一名修士。想当修士，那就要好好读书。先生，读书也能成为修士吗？当然，读书也可读出浩然正气，一言可令天地色变，万灵俯首。你可愿入我门下？苏长卿也不傻，看到这阵仗，当即跪倒在地，捧起书桌上的茶，双手举过头顶，请师傅用茶。哈哈哈，好，长卿，你既已籍贯，可曾取了表字？我双亲都是山野之人，学问不高，还不曾取字。好一个山野之人！以后你名长卿，字至于。多谢老师赐字。在李清晨赐字的瞬间，远在万里之尧圣学院中，一名正在看书的年轻人面色一动。这是师傅收了一位小师弟。不过小师弟怕是有麻烦了。他刚想到这，圣学院外便传来喧哗之声。这个男人有多惨？明明出生在大帝世家，本应衣食无忧，躺平到巅峰，却被狠心父母穷养，而为了让你不像2个哥哥一样废物，他们撇弃了家族背景，封地为界，建立了青山村。但这里的村民无一不是绝世强者扮演。身材佝偻的父亲是准帝巅峰苏家家主，体弱多病的母亲是大圣修为剑阁嫡女。他们装作山里的村夫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而这一装就是18年，而你却一无所知。直到这天，刚拜完师，麻烦就找上门来。白鹿学院魏苍携弟子拜访如仙。魏师伯，家师不在，有事还请礼堂落座。哼，坐便不用了，让李清晨出来，我来讨个说法。魏苍面色难看，丝毫没有给面子。他刚给弟子赐了字，结果李清晨隔天也赐字，还强压了他一头，这让他如何不怒？师伯，这事儿应该是巧合。
他收徒便收徒，我还没那闲工夫找他的麻烦。结果我刚给弟子赐名灵司，那转头来个智语，这不是针对我，是做什么？是看我老头子老了，好欺负了不成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这火爆脾气。其实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大仇，无非就是什么都比他强，现在只不过是要争一口气罢了。此次是我知过，师兄什么章程，师弟都认了。你认便好，刚好我也新收了一个弟子，学识还算看得过去，那就让他们比试比试。当然，我收徒比你早1年，你可以教导一段时日后，咱们再比试。一定要比，一定要比。那好，2年后你再来寻我。师傅，弟子什么时候开始学习？怎么，这列国志典还未看完，就想着看其他书了？虽然只是一本简单野史，但却可以让你了解完整的世界，这对你日后……师傅，这书我刚看完了。李清晨闻言一愣，普通人要想看完这本书，最少也要3天以上，可苏长青呢，1刻钟都不到就看完了。你都记住了？记住了呀，这书不是很简单吗？其实苏长青也发现了自己这辈子的脑子很聪明，这书中不管多复杂的语句，他都能瞬间明白，而且过目不忘。那你说说，第47页12行讲的什么？我粉丝堪比彦祖。第53页7行，顺风顺水顺财神。第86页3行，提前祝我粉丝新年快乐，1日进万金。师兄啊师兄，你好不容易收了个弟子，非要和我比试个什么劲儿？这根本不需要2年，我估计就没什么能教他的了。师傅，弟子读得如何？他自己其实还是很满意的，这读书的速度放在上辈子，那简直就是神仙。还算尚可吧，比普通人略强一些，但和一些天才却相差甚远。啊，我这么差劲吗？当然，你以为自己读书快很厉害吗？这世间天骄无数，有人从未看过书，却明悟天地之理，一日成圣。还有孩童刚刚降世，便天降祥瑞，闻道赐福。你即便读书快一些，也算不得什么天赋。把万古第一奇才说得如此不堪大用，我也是世上独一份了吧？师傅责备的是，弟子日后一定注意。想想也对，这个世界连翻身倒海的仙人都有，我这读书快点又算什么呢？你也不用妄自菲薄，你的悟性还不错，只要努力一些，日后定能有一番成就。放心吧，师傅，我不会被打击到的。虽然我不是天才，家境也不好，但我会努力改变这一切的。第1天就到这吧，这些书拿去看。长青，怎么样，拜师成功了吗？虽然我的资质不是那么好，但好歹拜师成功了。平常二牛哥对你咋样？那当然是极好的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。我最近相中了一家姑娘，但人家看不上我这大老粗，只喜欢有学问的人。你看看能不能教我2招？我也想在心上人面前小装一下。这忙我当然要帮了，可这先生传授的学问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往外传。不用不用，我这人脑子笨，你教我也学不会。我只要1、2篇能过耳的诗文就行。说起来，咱也能作诗了，不是？只是诗文，那好办，交给我就行了。你知道吗，二牛哥，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仙人能日行千里，徒手开山，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你说的那些仙人，要到这青山村来都得吓死。我也想尝试一下那御剑飞行、闯荡江湖的感觉。等书读够了，我一定要外出闯荡一番，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。长青，你帮了我一个忙，我也送你件礼物，如何？行啊，是弹弓还是木剑？一本剑术秘籍。哎呀，只是残缺的秘籍，只有招式没有心法，也就能练着玩玩。少主也快要接触修行了，提前熟悉一下应该问题不大。二牛哥，你是怎么找到这东西的？我前不久上山打猎，从一个山洞无意间找到的。长青，这东西修炼不成的，拿来玩玩就好，可千万别为此耽误了学习。还有，千万别跟其他人说，这东西是我给你的。放心，二牛哥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先走了，等你确定好要什么样的诗文，再来找我。
你明明悟性逆天，却还是师傅口中的废材小垃圾。只因父母为了磨练你的心性，重金抹通如仙，让他昧着良心也要说你资质一般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从未修炼的你，不仅能一眼看懂道文，还对武道也有着极高的天赋。惊涛剑法，好名字哦！这剑法虽然没有匹配的心法，但招式刻画的却十分完整。一共720招，招式之间还有诸多变化，有点复杂啊。一般人要是修炼，没有老师讲解，同时也没有配套的呼吸心法，那就算拿到也没任何用处。可即便如此，他还是看得如痴如醉，兴起之处更是双指并剑，自虚空划着。此时在他的眼中，那秘籍中本是死物的招式图案，就像是活过来了一般。当一个时辰过去，他从地上随意捡了一根木棍，回忆脑海中的剑法，笨拙地模仿起来。第一遍，他的招式很青涩，却依旧完整地临摹了下来。第二遍，他眼中闪过明悟，招式衔接间变得十分自然，即便是木棍也耍得虎虎生风。当第三遍时，苏长青闭上双眼，身上气势倏然一变，木棍随风而动，竟响起如水流般的声响。他的剑法越舞越快，那水流的声音开始变得急促，如小溪汇入大海。这秘籍居然是真的，不过2、3遍就练会了，应该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。毕竟我的悟性也就比别人强那么一点。不过总的来说，苏长青还是很满意的，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修行类的东西。突然间，密林深处响起的野兽嚎叫，他神色一惊，不由想起前不久村里的夫妻书就是让大虫叼走了，急忙向着村里跑去。家主，苏家出了点事儿，我做不了主啊。什么事儿这么急？不能明早说。最近咱们南域的太虚禁渊不是开了吗？其他几域都来了不少人，可不知怎么的，二少主和万华寺的那帮和尚对上了，少主吃了点小亏。他娘的，那帮秃驴敢伤老二，活腻了他们！叫人，明天我亲自去趟万华寺，看看他们哪来的狗胆，敢在南域动我苏家的人。看到自己还没说什么就动了杀意的家主，苏文林也是有些无语。都说苏家大少主傲，二少主狂，那还不是跟您学的吗？这还没怎么着呢，都想着杀到万华寺了。家主别急，二少主没吃什么大亏，只是受了点轻伤。后来二少主拉走了苏家1/3的人，把万华寺的和尚都宰了个干净。哈哈哈！我居然担心这臭小子吃亏。不过现在关键是大少主知道这事儿了，又拉走了苏家1/3的人，把整个太虚禁渊都给围了。大少主原话：一群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让你们免费来南域，不知感恩戴德就罢了，还敢伤人。既然不想安生，那就谁都别安生了。今日苏家接管禁渊，门票是万华寺和尚的人头。老二虽然狂，但做事还有些余地，但老大做事不做便不做，做便做绝，这是一点没给万华寺活路走啊。同时他也明白了苏文林来的意思，是苏家现在人手不太够，要带些人回去。老大既然都放出话去了，那也没必要驳了他的面子。长青再有2年也该离开这儿了，你留在这也没太大意义。这几天你在村里挑几个人手，直接回苏家吧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以往苏家有什么需要人手的地方，这青山村就会丢几个人，可这次丢的人有点多。家主，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，这次我得带走10几个，村里总共才10几户，60、70人，要是一下走这么多，会不会太显眼了？这倒真是个问题，得找个合适的理由才行。要不趁少主去读书了，回来就说大虫进村了，咬死了10几个。你傻还是我傻？什么大虫能抗住一村人揍？那要不就说感染了风寒去世了。你家风寒有那么大劲儿，能让10几个大汉扛不住，还风寒？有了。什么办法？风寒当然死不了人，可要是风寒再重一点的，比如瘟疫。今天学的怎么样，儿子？先生没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卢老师还是很好说话的。先生就没说别的，咱们这大山里的孩子去求学，就没点瞧不起什么的。叶叔暗中狠狠白了苏南一眼，这爹当到苏南这份上也是没谁了，生怕自己孩子优秀似的。不过想想自己家老大老二，叶叔也就释怀了。倒是没瞧不起什么的，老实说，我的天资不算太好，
也就比普通人强上那么一点。要是不多加努力，日后怕是很难会有什么成就。苏南闻言顿时松了口气，不愧是诛仙，靠谱。爹娘别担心，虽然我资质是差了些，但先生说了，只要用心努力，以后必有一番成就。好，有这个觉悟就很好。放心，你还有你爹呢。夜幕降临，破旧的房屋内不时响起阵阵欢快的笑声。可谁都没想到，这天夜里，全村人都收到了震惊的消息。明明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山村，却能让路过的仙人吓个半死。只因这里的村民都是绝世强者。可奇怪的是，百毒不侵的他们，竟然一夜之间都染上风寒，还是治不好的那种。长青，去读书啊！文林叔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咳得这么厉害？哎，没事，昨日受了些风寒，过些天就好了。赶紧去上学吧，读书重要，别误了时辰。那文林叔记得多休息，我先走了。听到只是简单风寒，苏长青松了口气，便继续向前走去。可令他奇怪的是，村里一路上碰到了不少人，都多多少少带点咳嗽。深秋天寒，要让爹娘多注意一些了。也不知道卢老师有没有制作药食的方子。师傅，你接下来的时间还是看书。世间万法，读书是最简单的，也是最难的。当你看得多了，懂得多了，那自然便能明白这天地间的道与理。切记不可贪多贪快，要真正明悟其中的道理，一本书才算看完。明白了，师傅，我会认真看完每一本书的。说完，苏长青随便抽出一本书，低头看了起来。和昨日一样，他翻书的速度十分的快，一晃几个时辰就过去了，外面的日光也变得金黄。李清晨也放下了文帝随笔，可当他看向苏长青时，不禁愣了一下。这都是一天看完的，那些书可是圣学院内的儒道珍藏，即便是大儒来了，一天也不过看个1、2本，他竟然看了上百本。长青。此时苏长青胸膛中心那里有一缕极为细小却十分精纯的气体。他18岁之前一本书都没看过，如今不过仅一天，居然读出了浩然正气。他见到过很多的天之骄子，可没有一个能和苏长青相提并论的。苏长青的这种悟性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。难怪苏家主要极力压制这种天资悟性，若是不进行压制，怕是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踏足巅峰，到时没有和力量匹配的心性，这人怕是要毁了。李清晨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心中的震动，而后两指暗中轻举，熄灭了苏长青胸中的浩然正气。啊，已经申时了吗？抱歉老师，是学生读得太入神了，一时忘记了时间。读书刻苦是好事，但也要劳逸结合。今日读得尚可，但不可松懈。你的底蕴太差，这些不过基础书籍，要早些读完。是学生过于愚笨了，老师放心，明天我一定能看完这些书。去吧，明天再来。苏长青刚要走，却想起今天早上碰到的文林叔等人。师傅，你有没有能炼制药食的说？这些日子村里不少人都受了风寒，我想试着学，帮村里人熬点驱寒药。李清晨听完都愣了，他指着青山村的方向，有些不确定的道：你说的村里人是青山村，他们受了风寒？他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毕竟那青山村的人不是大成王者就是圣境。至于风寒的书我没有，不过他应该会对你有些帮助。记得，这东西得来不易，除了你不得传授他人分毫。此书出自传说中那唯一一个以医术正道的天医大帝，这说是一本医书，倒不如说是一本囊括大千修行难题的珍贵宝典。而之所以把它交给苏长青，则因为对方恐怖的悟性。他做不到医如双修，但苏长青可以，甚至很有可能让天医再现。师傅，这东西很贵重吗？不需要问太多，你只需记住，此物连你父亲都不得翻阅。去吧。能让老师如此看重，想来这天医奇卷不是俗物啊。不过他在离开书屋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家研究医卷，而是找了个密林练习昨日的剑法。随着身影越来越快，手中的木棍崩裂开来，同时一枚虚幻如浪花似的印记自行落在了苏长青的天灵。他闭目感知了一番后，睁开了满是奇异的眼睛。本命秘籍，一门术法修炼到圆满后，天地认可降下的特殊印记，能让术法变得更强。本命秘技是很强，可终归残缺，还只是凡俗。不过这剑法本来就是拿来玩玩过瘾，由此收获也算意外之喜了。时辰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
爹，我走了。臭小子，你的惊涛剑凝结本命印记了没有？我告诉你，1个月内再突破不了第4境，我剥了你的皮。1个月凝结本命印记，开什么玩笑？那玩意有多难练，你不知道吗？又不给我找老师，就敢让我自己练，我能那么快突破就有鬼了。嗨，长青，怎么才回来啊？路上耽搁了一会儿，二牛哥在等我。等你好久了，你不会又去找地方练剑了吧？别练那玩意了，练不成的。你现在还是安心读书，要是让你爹发现了，咱俩都得挨揍。二牛哥，那秘籍是真的？我知道是真的，不过他不是残了吗？可是我练成了呀。什么？你练成了？全村100户人家竟然一夜之间病倒了99户。可奇怪的是，这些人每个都修为逆天，但是他们的修为无论多高，只要生病就必死无疑，哪怕是小小的风寒，也不能幸免遇难。哎，我家那口子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天天咳个不停，以往风寒也没这么重啊。谁说不是呢？我隔壁的苏老爸今天已经咳得下不了床了，听说村里好多人都病了呢。听着远远传来的声音，苏长青眉头渐渐皱起，他没想到这次风寒闹得这么严重。长青回来了。文林叔，你这早上还没这么严重，现在怎么就咳成这样了？没事，咱们山里人就是这样，别管多硬朗的身子骨，一场大病都得要了半条命去，能闯过去还好，闯不过去。苏长青回到了家，便一头钻进房间，拿出了那本天医奇卷。村里受风寒的越来越多，这也让他感到了几分急迫。渐渐的，苏长青彻底沉浸其中，大量的知识快速的涌进脑海，同时对于医和病有了极为特殊的理解，那是一条丝毫不逊色儒道的天医之路。不知不觉1夜过去了，苏长青仅仅看完了天医奇卷的1/5，不过这对他来说已经够了。风寒在书中记载不过小病罢了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药材。不过这也不是难事，青山村周边都是大山，其内不缺少这些东西。长青打电话叫我来干嘛？陪我上山找药草。这2天村里不少人都受了风寒，咳个不停。这么下去我怕出事，特意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学了几个熬药的方子。长青，你换新手机了，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转转买的2手苹果13，才1900，比新机便宜1600多。是吗？我看最近好多人都在用转转。是啊，该省省该花花，没必要啥都买新的。转转上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，比外面的2手要靠谱。而且上面不只有手机，平板也很便宜。春节还能正常发货，强烈推荐转转。我一会也去看看。这别说是手机上的方子，就算是医书上的也救不了那些人啊，那就根本不是病的事儿。今天叫你来，一来有个伴儿，二来就是教会你剑法。你教我剑法？一个凡俗说要教自己一个3境巅峰的剑修学剑法，这怎么听都有点荒唐。有问题吗？当然没问题，一会儿我可得好好学。一路谈笑，2人很快来到青山脚下。苏长青手持柴刀前边开路，搜寻药草的时候，也在时刻警惕着林中会出现的野兽。就在这时，从林中传来了一声咆哮。只见一头径足有丈许的黑熊大步走出密林。这么大的熊，麻烦了，看来得出全力了。此时苏长青面色严肃，一手并指点明心，轻喝一声，印出。瞬间，一道似水流般的印记浮现，而后径直落入木剑当中。下一刻，那平平无奇的木剑竟然涌现淡淡青色光芒，剑身周边似有水流汇聚。卧槽！惊涛意境，大成剑法。少主18年来从不曾接触过剑道，更不曾修炼。2天时间，把一本残缺的剑招凝聚本命秘籍，老天，这是在开什么玩笑？怎么样？我告诉过你能练成的吧？长青，你以前练过这剑法？没有啊，不是你前2天给我的吗？这东西又不是很难，练啊练啊的就练会了。惊涛剑不是很难，这可是天阶秘技，我练了半年才到大成，就已经算是剑道奇才了。这便是家主不惜浪费18年光阴养出来的妖孽了。想学吗？学，肯定想学。你先耍一遍，哪里不对我再告诉你。时间一晃而过，二牛的剑法也被苏长青看出问题所在。你呀，就是操之过急，用力过猛了。哦，原来困住我的问题如此简单。行了，药材采的差不多了，你剑法也学会了，该回去熬药了。明明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山村，却能让路过的仙人吓个半死。
只因这里的村民都是绝世强者。可奇怪的是，百毒不侵的他们，竟然一夜之间都染上风寒，还是治不好的那种。二牛哥，文林叔他们服药了吗？效果怎么样？没有任何效果，病得更重了。我明明是按照医书上来的，怎么会没效果？难道是比例不对，还是药草年份不够？我去看看。长青来了。不对啊，气血充盈的吓人，脉搏强劲有力，这怎么看也不像是风寒的样子啊！苏文林听完，顿时心里一咯噔。糟了，少主啥时候学会号脉了？文林叔，你具体感觉哪里不舒服？苏文林能答出个屁的不舒服，他根本就没病，这上哪说去？就感觉胸口剧痛，血气絮乱，体内经脉逆冲，浑身的不舒服。风寒你能治好，这修行上的救伤难题，总能难住你了吧？对上了，医书上有记载这个疾病。你们等我，我先去看看医书。医书连修行的救急也能治吗？这个屁！修行到我这等境界，身体已经和普通人是两个概念了。我这伤是当年落下的暗伤，连丹圣的丹药都治不好，更何况是医师了。等少主折腾一阵发现没效果，也就放弃了。我去和其他几个人商量一下，后天就走。另一边，苏长青在回到房间后，第一时间翻出了天医奇卷，也找到了治疗的方法。九玄天医针，上防苍穹之伤，下治大地荒芜。九玄针法，一玄一天地。九玄可让日月异形，天地倒转。这口气有点大了吧？本来找到治疗方法，苏长青还是很激动的，可看到后面的描述，顿时狐疑起来。早上的汤药也没用，口气又这么大，这医书不会是假的吧？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看着用心看书的苏长青，苏南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相比不省心的老大老二，长青要懂事的多了，而这也证明他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。该给长青准备一个宗门了。你打算让长青加入哪个宗门？南域星兰国的无极宗不错，宗主大圣修为，门下弟子个个出类拔萃。不过小凉山的凌霄仙宗传承更好，他们第二境修炼法可号称天下之最。想什么呢？我苏家辛辛苦苦培养的接班人，怎么能进别人的宗门？再说了，那些宗门里乌烟瘴气的，去了能学好？那你打算让他去哪个宗门修行？哪里都不去，我自己建一个。长青现在太弱了，还不是让他知道真相的时候。而咱们自己建造的宗门，可以如青山村一样，不让长青发现端倪。哼，你知不知道建立一个宗门需要多少人手？宗主、长老、执事，还有各种弟子，没有万数人根本下不来。咱们苏家就算再家大业大，也没那么多人有时间陪长青啊。叶叔感觉苏南简直是魔怔了，一连瞒了长青18年还不够，居然还要建宗门。没人招就是了。我要建一个南域最强的宗门，外门弟子按照顶尖门派的内门弟子招，内门弟子按照顶尖宗门的核心弟子选。至于核心弟子，就找那些天骄妖孽。我要把南域的天才一网打尽，供养长青磨练变强。看到疯狂的苏南，叶叔有点难以置信。你知道要吸引那些天才来需要多少资源吗？资源？老婆，你未免太小看我了。大事是要来了，可在大地没出现前，我苏南便是这南域的天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夜未睡的苏长青早早走出了房门。九玄天医针很复杂，他一晚上的时间也不过简单学会了第一玄而已，应该足够治疗文林叔的伤势了。不过还要看看老师那有没有银针。而在他刚走不久，苏南便走出了房间。来见我。家主，此次你们回苏家有2件事要办。第一，看好老大老二，别让他们把事情做得太绝，留些余地。第二，去通知南域所有势力，1年之内我要建立一个新的宗门，不管愿不愿意，都要分出一部分顶尖弟子，告诉他们那些弟子还是他们的人，我借用一段时间，同时也会好好培养。家主，这件事恐怕阻力很大呀。哼，告诉他们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谁家没来人，或者来的人滥竽充数，都给我记上，我会一一拜访。这件事的确的阻力很大，可当准地巅峰登门的那一刻，都会灰飞烟灭。在南域，苏南若下定决心做一件事，那便无人可阻。是，这次家主要随我们一起回去吗？我有别的事情要做。长青还差几个老师，我得一一去确定好。今天回来这么早啊？二牛哥，你心是真大呀！
文林叔都下不了床了，我看你怎么一点也不急啊？哎，不是我不急，是急也没办法。今天的病情更严重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今晚。什么？男人为了给村里没病的人治病，整整偷看了2天医书。当所有人都不看好你时，病最重的文林叔却站了出来。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，你不仅治好了对方的病，还随手间就解决了困扰他几10年的旧疾。文林叔，我看了你的伤势后，学了一套针法，又问老师求了一套银针，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能治好你的病。嗨，什么把握不把握的，我都这样了，还能怕什么？尽管来，你文林叔挺得住。苏长青重重的点了点头，随即拿出了银针。只见他随手一抚，一根细不可见的银针果断精准地落在苏文林的胸膛。而在第一针落下后，他的速度更快，手掌都出现了残影。不过瞬息之间，苏文林的胸膛上已经落满了银针。长青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点力气都用不上？看吧，还得是我爹装的真像。其实一开始两人根本没有丝毫担心，只待苏长青施完针，看到无效自动放弃。可谁知当苏长青针施到一半的时候，苏文林体内气血竟然不受控制地流动起来。当银针全部落下，一股难言的剧痛遍全身。他下意识的就想要运功抵挡，可当他准备运功的时候，却惊恐地发现他的浑身气血竟然不受自己控制。文林叔放心，这是正常现象。这第一拳针法名为封天，可以锁住人体全部气息血脉，号称连天都能封住。不过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才是主要的。连天都能封住，这如仙究竟都教了些什么东西？那长青针法可练熟了，可有把握？苏文林是真有点害怕了，因为这针法他根本不看修为力量，就好像定住了肉身最深处的本源根基，动弹不得半点。现在他只能希望苏长青有100%的把握。不是提前告诉文林叔了吗？我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反正文林叔你都这样了，我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你挺着点，接下来可能会有点痛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赶紧把你苏南大伯叫来，他不在，我有点怕。这装的有点过头了吧？就这点小事儿，还用得着家主过来？爹，放心吧，既然是先生教的针法，那肯定没有坏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都这样了，好坏还能怎么样？让长青大胆试试吧。长青，拜托了。不是，等等，小王八蛋，你想害死我？赶紧去找你苏大伯，我怕顶不住这针法。身为一尊大圣，准地之下最强之境，苏文林还从未如此怕过，更别说这少主一点把握都没有。要是这样稀里糊涂废了，那乐子可就闹大了。此时二牛也看出了有点不对劲，他爹脸上的害怕不像是假的。放心，二牛哥，文林叔身为病人，害怕一点是正常的，但长痛不如短痛。话音落下，在苏文林和二牛惊恐的神色中，苏长青手中印诀如残影般隐现，一道光芒闪过，那些银针全部消失不见，彻底印入苏文林体内。而此时在苏长青的眼中，眼前已经不再是苏文林的躯体，而是一副残破的世界。那银针勾连身体最深处的本源，如穿针引线一般，快速修补那被破坏的伤势。而此时的苏文林面色已经变了又变，能清晰感受到，就连圣丹都无法消弭的伤势，居然在被缓缓的修复。家主，出事了！瞎喊什么呢？什么事让你急着这样？我爹快死了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是魔教的准帝还是妖族？好大的胆子！不是准帝，是少主。少主在给我爹治病，快治出事儿了，都吐血了。你说，长青给你爹治病，快给治死了？苏南闻言都气笑了。长青现在连修为都没有，就算你爸站着让他打，那也破不了防啊！走吧，我倒是要看看一个凡俗是怎么搞死一个大圣的。一进来，他便看到面色严肃的苏长青正在聚精会神地给苏文林施针，露出一抹诧异，同时他也感觉到苏文林旧伤破损之地被根根银针牵引身体本源，如补天一般在缓缓修复。好精妙的针法，具体怎么回事？仔细说。这针法是李先生教的，可从未听说过李清晨还会治病呢。传言当初如仙崛起，还曾进入过一位大帝的陵墓，难道是最古老的那位？九玄银针换天地，人心妙手济苍生，举世唯一以医术正道的天一大帝。完了，这人情欠大了。家主，情况怎么样？要不要先把我爹弄醒？你现在把你爹弄醒，你爹能弄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别慌，现在对你爹来说是好事儿，没准过段时间你就有一个准帝的爹了。爹，苏文林简单调息过后，
体内那澎湃的力量再次回归。不仅如此，那恼他已久的暗伤已经消失不见。长青，你文林书谢过了。文林书这可使不得，只是简单施了2针而已，用不着这样。简单2针，这2针的价值可比1颗圣丹还要珍贵的多。对了，文林书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身体有没有舒服一些？这咋说？风寒是好了还是没好？我明天是走还是不走了？没有，我感觉更严重了。少主抱歉，等你回了苏家，我再负荆请罪。苏文林终究没有挺过当天晚上，村里许多人也是如此。抱歉二牛哥，没能把文林书救回来。没事，这是该着他没了，和你医术没关系。转眼3个月过去，村里也渐渐恢复了正常。这段时间，苏长青的作息很规律，白日去书屋读书，晚上回来研究医书和剑法。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李清晨看向苏长青的神色却逐渐怪异。直到今日，这个男人为了修仙，竟然一天看了99本书。明明很努力，却还是老师口中的废材傻垃圾。只因你悟性太过逆天，所以为了磨练你的心智，只能变招法的敲打你。长青，今日后都不需要看书了，我教你琴棋书画如何？如老师要教我其他的东西了吗？书是读不完的，差不多便够了。纸上得来的东西终是浅薄了一些，那些需要你日后自己去一一验证。今日我传你4艺中的书法，仙传鱼龙舞。世间书法分为4个层次：形、技、艺、道。世间读书人众多，愚笨者终生困于形，聪明些的可不入技，可唯有艺和道不得苦练而来，只能等自身明悟，或有机缘造化。若想学我这鱼龙舞，非义自入门者不可学，你可想试一试？此书法虽强，但李清晨门下3位弟子却无一人受得真传，只因这鱼龙舞门槛奇高，一般人根本学不来。可是苏长青看着那4个字，不过半个时辰，就见他眼中的明悟越来越浓，随即拿起身边的笔就写了上去。一笔行自立，2笔记自成。当第3笔落下的瞬间，一股虽青涩微弱，却坚韧不屈之意倏然跃于纸上。3笔明亮。好得很，吾仙家4艺，有传人也。如此悟性，也不枉我白白等了300多年，终于等到，此生也算圆满，只该抽时间去算算旧账。在接下来的时间，他每日便是练书法、习仙传。在那超强的悟性下，他学习的速度非常的快。1月，书法意念小成，习仙传10字；2月，书法意念大成，习仙传过50； 3月，书法意念圆满，129枚仙传彻底学完。仅仅3个月的时间，苏长青距离突破道字不过1步之遥，但却被李清晨阻止了。学得太快不是好事，先随我学画吧。日升月落，转眼1年时间过去。这1年的时间，苏长青的进步很大，大到他已经没什么可教的了。长青，今日学得如何了？老师，这琴棋书画皆已1字圆满，虽然还未突破道，但应该也不远了。既然你如此自信，那我为你引荐一位我的小弟子如何？老师的弟子，那自然是好的。他也迫切地想知道，如今的自己在儒道中到底走到了何种地步。你大师兄和二师兄都有事情来不了，此次来的是我最不成器的一个弟子，字书翰，到时候你们可要好好交流。来南域之南，青山村寻我，记得村内不管遇到何人，都要恭敬有加，不得犯法。你来此的身份是我入门半年不成器的小弟子，期间发生任何事情，都要面如平湖，切记。老师在南域，那说明小师弟也在那儿了。比试快要开始了，老师现在让我去，肯定是让我传授师弟一些经验吧。舒翰没用多少时间，便从中州传送到了南域。不过刚到南域不久，就被几个人给拦下了。小子，把兜里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！这南域这么乱吗？你这武夫，好生不讲道理！四境巅峰，哼，找死！朕。墨云林好比，你是圣学院小先生，画中仙传承者陈毅礼。这一刻，他们才明白自己踢到铁板了。小先生是我等愚昧无知，还望小先生高抬贵手，我等知错了。虽然被镇压，但是这人脸上却带着一抹庆幸。据他所知，儒仙3个弟子中，小先生是最好说话的，也是涉世未深最单纯的。只要他们态度良好，今日活命问题应该不大。几位？小先生，有些人是讲不得道理的，得用刀才行。苏家2子苏子安见过小先生。狂刀苏子安，
小先生也是为了那子虚乌有的大地传承而来。殿下误会了，我是奉师命而来，寻一个名叫青山村的地方。哦，青山村，殿下认识？青山村他何止认识，他那不靠谱的爹和苏家大半强者可都在那儿呢。小先生可否告知，要去青山村有何事？实不相瞒，最近老师新收了一名弟子，我此去是为了给我小师弟传授经验，只是不知道老师为何选了个偏僻的小山村。如今如仙新收第4名弟子，岂不是说明这第4翼找到传人了？这传人还在青山村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传人是小弟。哈哈，小先生，你问我算是问对人了。这畜生就送给小先生逮捕了，他会带你去青山村附近。使不得，这踏云兽太过珍贵，无功不受禄。此兽不白送，还请小先生帮个小忙。我和你小师弟多少有些渊源，麻烦小先生把这东西交给他，转告他，等他出山，我送他。男人明明还有900年寿命，却还是怕死，为此到处寻找机缘。偶然间发现青山村气运通天，本以为是绝世宝藏，可耗时2个月都没破开结界。就当他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名书生从远处而来。莫非他早就知道这地方还能进去？天助我也！踏入结界后，中年修士终于忍不住激动的大笑出声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进入结界的瞬间，青山村所有人的目光都同时看向了这里。老师，此人我不是对手，只能引来此地让老师帮忙了。滑头，不用管他，你自行来书屋就好。小家伙，还要多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进不来这地方。你说我该怎么谢谢你呢？他刚刚用灵石扫过整片青山，发现只不过是一些普通村民和一位教书先生，这些在他武境强者面前不足为虑。我们这可是好久不见外来人了，突然拜访，还望老丈莫怪。他还记得老师说过，不管村里遇到任何人都要恭敬一些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老师说的肯定错不了。好孩子，去玩去吧，这里不用管了。走，我让你们。大圣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眼前这庄稼汉室的老头居然是一尊大圣。开他妈什么玩笑！一尊大圣居然在这地方种地。前辈，你换新手机了？对呀，之前手机拍视频有点模糊，就换了台新的。那你那台旧的呢？旧的当然第一时间找转转上门回收，卖了3200多。他们家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，就连球拍、球杆这种运动设备，还有相机和镜头之类的摄影素材都能回收。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是吗？回去我就试试。前辈，晚辈知错了，我这就走，永远不踏入此地。你在外边转了好长时间了，本来懒得搭理，结果你还真进来了，找死的见多了。准地结界都拦不住送死的，倒是头一回。敢问前辈，你一尊大圣为何要在这地方种地？看到那劈柴的人了吗？他是准地境界。看到那个教书的秀才没？那是当代儒仙李清晨。对了，你刚刚想杀的那个小家伙，是儒仙的第3个弟子。现在你还觉得一个大圣种田是很难以置信的事吗？我不明白，准地劈柴，儒仙教书，大圣锄地，你们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吗？养一条龙。见过老师，咱们师徒间无需如此见外。你的3师兄陈以礼，学问嘛马马虎虎，算是你几个师兄中最不成才的那儿。这个是你的小师弟苏长青，至于学问和你差不多，也是差到了极点。第一次见师兄就被老师这样评价，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老师以前就算再苛刻，却也没有对弟子们说过这样的话。难道这小师弟这般不堪造就，让老师都忍不住出言呵斥？他转头看向苏长青，正准备说些什么，可倏然间他面色一变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小师弟还未读出浩然之气，你可是跟随老师1年了，1年的时间，就算是头猪跟着儒仙，都能读出浩然之气了，这何止是差，这是差到了极点呀！师兄读出浩然之气了，我自然。
我自然是也没有了。老师，再有不久小师弟就要和灵思姑娘文笔了，现在这种情况还怎么比呀？文笔？什么文笔？咋没人告诉我啊？不是什么大事，是一个老秀才的徒弟，我俩有些恩怨，到时候你去走个过场，简单写几篇字就好了。那简单。老师就这么放弃了吗？那个小师兄，只是文笔的话，我应该还可以。你们年轻人能聊到一起，我出去转转。记得好好敲打你的小师弟。敲打吗？当然要敲打。不知道小师弟这一年是怎么读的书，居然读成了这样子。小师弟，接下来的时间我来教你，可能会苛刻一些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放心吧，师兄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儒道四艺，书法为首，先随便写点什么，让师兄看看你如今学到了何种程度。苏长青初次见到师兄，也想留个好印象。他沉吟了片刻后，拿出了十分的认真，挽袖提笔。不多时，一首诗文书写完成。请师兄检阅。卧槽，义字圆满，先传鱼龙舞。小师弟，你何时到达的义字层次？就老师教我的那天啊，一字成形，两笔记满，3字便入了义字了。听着那朴实无华的解释，舒翰脑袋嗡了一下，差点没站稳。3笔成义，我在圣学院见过天骄无数，但从未有任何人能达到如此恐怖的地步。妖孽，这绝对是文坛内万年不出的绝世大才。师兄，这字有何不妥？还请指教。你这让我指。这个老六有多惨？拜师18年，整日被老师敲打，如今好不容易师傅又收个弟子，本以为可以脱离苦海，可不曾想小师弟悟性一天，刚到青山村，自己就被上了一课。师兄，这字有何不妥？还请指教。你这让我指，我哪里有资格指教你啊？我虽然书法已然入道，但学的书法却和鱼龙舞差远。师兄，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，我承受得住。哎，师弟得罪了。长青，你这字问题可大了，这么长时间你居然还没入道，这在咱们师兄弟里可是最差的了，连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子都比不上。过来看着。说着，舒翰挽袖提笔，并写了上去。居然到字大成了，师兄大才！师兄只跟随过老师半年的时间能到字大成，这可比我快多了。老师真的没骗我，1年的悉心教导，还不如跟随老师半年的师兄。书法指导就算了，毕竟咱们学习的书法不同，你继续努力，争取早日书法入道。人家的水平比我高，结果我在这还指导上了，这以后让师弟发现了，还不丢死人了。哎，老师误我啊！既然书法没得比，那画艺总可以吧？我可是跟郑苗红第一个传承老师的墨韵画中仙的，在这上面绝对有发言权。师弟，舒翰自信开口，可不等他把话说完，便看到苏长青紧紧盯着他写的那幅字，面露明目。不过片刻，苏长青眼中亮光一闪，提笔龙飞凤舞般在素纸上写下几行字。舒翰低头看去，顿时瞪大了眼睛。不是吧？你这就入道了？舒翰看的人都傻了，他呆呆地望着那道韵的字体，沉默了。我也没教什么，只是简单写了一幅入道的字，小师弟就顿悟了，这悟性也太恐怖了一些吧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苏长青其实早就可以书法入道，只是李清晨一直在压制。多谢师兄指点，若是没有师兄，我怕是还要一段时间才能突破。舒翰一脸的不知所措，这一礼是受也不是，不受也不是。你的书法我见过了，尚可。咱们接下来学作画，儒道4艺老师都教过的吧？教过，但老师说也就一般般。我画道有些见解，你随便画，我给你指点。我的画道可是义字圆满，还是难度极高的画中仙，这可比一般的入道画艺还要强得多。如此用来指导小师弟，肯定绰绰有余了。而苏长青认真的拿起画笔，落笔而下，他的姿态从容专注，手腕灵活转动，不一会就要画好了。舒翰见状，准备细心教导一番，也好摆正一下师兄的威严。可当他低头看去的一瞬间，一口茶水喷在了苏长青的侧脸上。师兄，有话不妨当讲。当讲？我讲个蛋啊！鱼龙误入道也就算了，这特么画中仙居然也是意境大圆满，这让我教什么？这是敲打谁？老师啊，你这是在敲打小师弟，还是在敲打我？师兄，这话挺好，来陪我下棋。哼，我就不信了，自己6岁入门，
老师悉心教导10几年，难道还不如刚入门的小师弟？然而，半个时辰后，舒汉看着杀得难分难解的黑白棋盘，面露呆滞。他虽然赢了，但只是2子之差。厉害师兄，师弟自愧不如。把琴拿来。这次更快，苏长青音律刚起，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凛冽杀伐直冲苍穹。擒杀、鬼神渊意境圆满。没等听完舒汉，老师，你可让我丢大人了。怎么，我们圣学院的小文圣这是受打击了？4役全部意境圆满，这怎么比？别说是我，就算是一尊儒圣来了，也要掩面而去啊！老师这次让我来，怕不是为了敲打我吧？别跟他比，你们不一样。有些人生来就是角儿，天才是很强；可有些人，天才只是践踏的门槛罢了。别说是你，长青的天赋，就算文帝在世，怕是也要逊色几分。那老师此次叫我来，就是要敲打他。天赋强是好事，但天赋太强，却会乱了心智。仅仅1年，从无到有，学我一身7成本事，那种可怕的悟性让人生畏。连老师都在小师弟那可怕的天资下低头了吗？知道他的身份吗？小师弟不是山野之人吗？哼，他是苏家的3少爷，南域之主苏南的儿子。这一个村子有1位准地巅亨，3位大圣，9位圣人王和26个大成王者，他们陪着长青在此地装作农夫19年了。什么？他猜到了这村子不简单，却没想到居然如此恐怖。在外界，大成王者便能开宗立派，圣人王可为宗门老祖，大圣更不用说了，那是可横行一域的恐怖存在。至于准地，在这个时代便是无敌的代名词。难怪苏家2公子说是和我小师弟有些渊源，如今看来，这何止是渊源啊！在文笔开始前，便留在这里吧。是，老师。小师兄，你刚刚去哪儿了？我怎么4周都没看到你？去找了个东西。这东西给你，可千万别丢了。等你什么时候出了青山村，可有一桩机缘在等你呢。机缘？是老师给我的？不是，你别管是谁了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他肯定不会害你就是了。师兄，天色渐晚了，不如去我家一叙如何？也让师弟尽尽地主之谊。那就劳烦师弟了。2人离开书屋，一路说笑间向着青山村走去。可刚走到一半，二牛便兴冲冲地从远处跑来。长青，我又找到一本秘籍，快随我去练剑啊！快走，师兄，我带你看个好东西，绝对比读书要强。